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学史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中西哲生先生所著的《人生最高级的健康管理法》这本书。接下来我会为大家介绍一些无论如何都希望大家能够坚持的习惯，希望大家能够把它们真正融入日常生活中。习惯一：根据脂肪熔点选择肉类。第一个想介绍的，希望大家丢掉所有借口，默默坚持1个月的习惯，就是根据脂肪的熔点来选择肉类。随着年龄增长，我们身体内消化酶的分泌量会逐渐减少，因此更容易出现胃胀、消化不良等问题。年轻的时候，即使吃很多烤肉也没有问题，但随着年龄增加，很多人会发现油腻的食物越来越难以接受，感觉吃进去很沉重。因此，建议大家根据自己的年龄改变所吃肉类的种类。40岁以后，推荐选择脂肪熔点较低的肉类。所谓熔点，就是固体变成液体时的温度。各种肉类脂肪熔点从高到低排列如下：羊肉44至55摄氏度，牛肉40至50摄氏度，猪肉33至46摄氏度，鸡肉30至32摄氏度，鸭肉14摄氏度，鱼类0至10摄氏度。换句话说，选择脂肪更容易融化的肉类，更容易消化。因为脂肪越容易融化，身体消化它时所需要承担的负担也越小。实际上，从这个排列来看，熔点最低的鱼类一直被认为是健康且容易消化的食物。鸡肉和猪肉也属于比较健康的肉类。另一方面，牛肉和羊肉虽然营养价值较高，但消化时需要身体消耗更多能量。即使一个人的消化能力还没有明显下降，在身体状态不好时，像脂肪酶这样的消化酶分泌量也可能减少。例如，睡眠不足的时候，感受到巨大压力的时候，胃肠功能都会比较容易下降。所以，在身体状态不佳时，也应该尽量选择脂肪熔点较低的肉类。比如疲劳的时候，不要选择牛肉，而可以改吃鸡肉，或者以鱼类为中心安排饮食，也是很好的方法。像这样，根据自己的身体状态合理选择肉类，是保持健康不可缺少的方法。习惯2：不要蔬菜优先，而要生食优先。接下来介绍的，希望大家丢掉所有借口，坚持1个月的习惯是：吃饭时不要只关注蔬菜优先，而要采用生食优先的顺序。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蔬菜优先、肉类优先这些说法？他们都是为了避免血糖快速升高，而采用先吃蔬菜或者肉类，再吃碳水化合物这样的饮食方式。近年来，这种方法已经成为广为人知的健康饮食习惯。这种健康方法通常是根据食材来决定进食顺序，但是实际上，理想的吃饭顺序并不仅仅由食材决定。除了食材之外，还应该关注烹饪方式。食物的口感应该从柔软、粘稠、酥脆逐渐变化，也就是说，这是一种逐渐增强刺激感的饮食结构。因此，在家吃饭时，也建议大家注意这样的顺序。简单来说，生食、烧烤类、炖煮类、油炸类米饭是比较推荐的顺序。不要一开始就吃油腻的食物，而应该像逐渐提高味道浓度和刺激一样，让身体慢慢适应。另外，当感觉已经吃饱的时候，要学会停止，不要为了必须吃完而勉强自己。这样不只是关注食材，还根据烹饪方式调整进食顺序，就能够在减少身体负担的同时享受美食。习惯3：利用髂腰肌抬腿。接下来介绍的，希望大家丢掉所有借口，坚持1个月的习惯是使用髂腰肌抬起双腿。除了搬运重物时需要用力支撑之外，日常生活中过度憋劲用力撑住的动作，被认为会对身体动作产生负面影响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所谓用力支撑，其实是一种固定身体停止动作流动的姿势。如果平时无意识养成了总是用力撑住身体的习惯，身体会逐渐变得僵硬。理想状态应该是不依靠过度用力，而是在保持身体重心稳定的同时，可以轻盈自由地移动。那么，怎样才能不用蛮力而产生力量呢？推荐的方法就是从髋关节处抬起腿。大家可以试试看，保持站立状态，连续抬起右腿几次。这时候，你应该会感觉到，主要使用的是髂腰肌，并且大腿根部附近产生刺激感。同时，
作为支撑腿的左腿，只是在支撑身体，并不会感觉是在硬撑。实际上，这才是正确的身体使用方式。采用这种方式，可以在保持视线高度不变的情况下，提高身体重心，并且能够顺畅地进行下一步动作。无论走路还是跑步，都不要想着把脚推出去，而应该有把腿提起来这样的感觉。长期保持这种抬腿方式，很多人会感觉大腿根部容易疲劳，这是因为长时间坐办公室工作会导致髂腰肌逐渐衰弱。另外，日本人相比西方人，原本髂腰肌就相对较少，如果想一直保持健康走路，即使年纪增长也依然能够积极活动，那么髂腰肌非常重要。因此，希望大家平时养成通过髋关节抬腿的意识。不过，需要注意一点，抬腿时不要让抬腿一侧的骨盆下沉。例如，抬起右腿时，如果上半身向右侧倾斜，身体会像腰塌下来一样，这时骨盆已经倾斜，身体变得不稳定，无法产生良好的动作。即使使用了髂腰肌，如果骨盆失去稳定，力量也无法有效传递。改善这一点的方法叫锁定，也就是让支撑脚一侧的髋关节保持稳定，同时轻微提高抬腿一侧的髋部。注意锁定后，单脚站立时更加稳定，走路和跑步姿势更加漂亮，外观看起来也更加年轻。所以，希望大家日常生活中能够多加练习。习惯4：走路时要认为胸部以下都是腿。接下来介绍的，希望大家丢掉所有借口，坚持1个月的习惯是：走路时把胸部以下都想象成腿，从身体中心开始移动，就能够产生更加自然柔软的动作。相反，如果胸锁关节僵硬，手臂动作也会变得僵硬。近年来，由于长时间使用手机、电脑，越来越多人出现胸锁关节僵硬的问题。例如，习惯右手拿手机的人，右侧胸锁关节更容易堵塞；习惯左手拿手机的人，左侧更容易僵硬。那么，如何放松僵硬的胸锁关节呢？推荐的方法：将食指放入胸锁关节下方的空间，用指腹轻轻按摩。可以站在镜子前，裸露上半身，沿着锁骨寻找碰到胸骨的位置，这样更容易找到。注意，不需要按摩到疼痛，轻轻触碰即可。另外，走路时不要只想着移动双脚，而应该想象胸部以下全部都是腿，这样能够产生更大的推进力。原因是可以更好地利用身体深层肌肉，连接上下半身的大腰肌，是一种深层核心肌肉，它从脊柱下方开始，一直连接到大腿骨。走路时，如果想象腿是从胸口开始摆动，就能更好地使用大腰肌，让整个身体一起向前移动。同时，把腿想象成从胸部开始，也能够提高身体重心，让走路姿态更加优雅漂亮。模特和舞者之所以走路好看，也是因为他们会使用整个身体向前移动。走路本身有很多好处，其中之一就是增加能量消耗。如果认为腿从胸部开始，并扩大迈步幅度，就能够提高代谢。另外，走路时脚的落地方式也非常重要。正确方式，脚跟先着地，因为这样能够最大程度获得地面的反作用力。大家可以试一下，故意大步走，并用脚尖着地，你会发现落地瞬间，小腿与地面形成倾斜角，结果地面的反作用力方向会与前进方向相反，反而产生刹车效果。而自然步幅下，用脚跟着地时，小腿会与地面保持垂直，这样不会产生刹车，而能够有效利用反作用力。此外，一个关键点是抬起脚踝。迈步时，如果有意识抬起脚踝，自然就容易形成脚跟着地。不过，如果脚踝柔韧性不足，就会比较困难。因此，希望大家养成一个习惯，坐着的时候，经常上下活动脚踝，提高脚踝柔韧性。接下来介绍的，希望大家丢掉所有借口，默默坚持1个月的习惯是，通过想象伸长尾巴来调整姿势。现代人由于长时间看手机、使用电脑以及久坐，姿势越来越容易出现问题。很多人可能都有这样的情况，不知不觉变成了驼背，脖子向前伸，肩膀内缩。因此，平时注意纠正姿势是非常重要的。
关于如何保持良好姿势，有很多说法：挺直背部，立起骨盆，让耳朵、肩膀、腰部保持一条直线。但是，如果把这些一个一个都刻意去控制，反而可能让身体变得紧张。例如，为了挺直背部，肩膀会不自觉用力；为了调整骨盆，可能又变成腰部过度前挺。实际上，真正好的姿势并不是靠努力制造出来的，它应该是一种自然、轻松、没有负担就能保持的状态。因此，推荐的方法是，想象自己有一条尾巴，并让尾巴向后延伸，以此调整姿势。虽然人类现在已经没有尾巴，但是回溯进化历史，人类的祖先曾经拥有尾巴。对于许多动物来说，尾巴在保持身体平衡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。本书作者认为，这种身体记忆也刻在了我们的 DNA 之中。因此，当你想象自己拥有一条向后伸展的尾巴时，骨盆和脊柱会自然调整到更好的位置，身体也会更加稳定。不需要刻意去想复杂的肌肉名称，也不用纠结骨盆角度，只需要通过直觉，就能更接近正确姿势。这是非常推荐的方法。当你想象尾巴并站立时，可以观察一下自己的膝盖状态，你会发现即使没有刻意控制，膝盖是不是会稍微弯曲，处于放松状态。实际上，这种轻微弯曲的状态非常重要。理想姿势并不是身体像木板一样僵硬笔直，真正理想的是身体能够随时向任何方向顺畅移动的放松姿势。换句话说，能够随时开始走路，也能够随时向上跳起的状态。作者把这种姿势称为力量姿势。实际上，只要想象自己处于随时可以向上跳跃的状态，身体就会自然接近理想姿势。这种坐姿也被称为最容易让头脑清醒的做法，因此在工作和学习时非常推荐，特别是长期坐办公室的人，更应该注意习惯抬头，让眼睛回到正确位置。接下来介绍的，希望大家丢掉所有借口，坚持1个月的习惯是向上看，让眼睛调整到正确的位置。大家有没有见过那种眼神有力量的人？比如运动员、企业经营者、正处于成功状态的人，他们通常都有一种共同特点：眼神坚定、有精神，给人的感觉往往是充满自信，非常有能量。这些人的共同点就是眼睛处于正确的位置，他们的眼睛通常是稍微睁开，直视前方。实际上，通过一个简单习惯，就可以调整出这样的眼睛状态。方法如下，无论坐着还是站着都可以。首先，将头向后倾斜，充分向上看，然后用鼻子慢慢吸气，停留1个呼吸后，将头恢复正常位置，视线重新看向前方。就这么简单。这样做之后，你是否会感觉眼睛一下子打开了，整个人变得清爽？很多人会感觉视野变亮，头脑更加清晰。因此，向上看并停留1个呼吸，可以帮助放松蝶形骨周围的紧张。现代人长时间看手机、电脑，会不知不觉让视线一直向下，这样会增加脖子的负担、肩膀的压力，甚至容易影响情绪。所以，有意识地创造一些向上看的时间非常重要。习惯拉耳朵，让蝶形骨恢复平衡。接下来介绍的，希望大家丢掉所有借口，坚持1个月的习惯是通过拉耳朵，让蝶形骨重新调整。实际上，耳朵被认为聚集了连接全身的各种神经，耳部按摩自古以来就是一种健康方法。其中推荐的一种刺激方式就是拉耳法。方法：将右手中指轻轻放入右耳凹陷处，拇指放在耳朵后方，用2根手指夹住耳根，然后将双耳从头部两侧轻轻向外拉开约2至3毫米。注意，不需要用力拉，只需要达到自己感觉舒服的程度即可。保持这个状态，睁开眼睛，手肘向两侧打开，视线放空，看向远处，然后慢慢用鼻子吸气，用嘴巴呼气，持续30秒至1分钟。这样做之后，你可能会感觉两眼之间好像变宽了，是不是感觉更加清爽？有些人还会感觉头脑中的混乱减少，视野变得更加明亮。为什么拉耳朵有效？因为耳朵连接着颞骨，拉动耳朵时，
颞骨会向两侧扩张，这样颞骨和位于脸部中央的蝶形骨之间会产生一定空间，长期受到压力的蝶形骨因此能够得到放松。当蝶形骨放松后，该区域血液循环改善，人会感觉头脑更加清醒。另外，蝶形骨也被认为通过筋膜连接到横膈膜，因此拉耳动作还可能帮助放松横膈膜下方的内脏。我们感受到压力时，会不自觉地呼吸变浅，这样横膈膜容易紧张，使整个身体变得僵硬。习惯左右转头，让头部位置重新调整。接下来介绍的，希望大家丢掉所有借口，坚持1个月的习惯是通过左右转动脖子，让头部位置重新归位。成年人的头部重量大约4至6公斤，约占人体体重的10%。如果想象一个保龄球一直放在脖子上，就更容易理解头部给身体带来的负担。因此，在保持良好姿势时，头部的位置非常关键。例如，想象一下低头玩手机的状态，此时一个保龄球重量般的头部重量全部压在脖子上，当然会造成很大的负担。现代社会由于手机普及，直颈症颈椎失去正常弯曲越来越多。正常情况下，颈椎应该呈现自然弧度，但长期低头会使颈椎逐渐变直，这样就无法很好支撑头部重量。因此，正确方法是想象头部被头顶向上牵引，让它保持在身体中心位置。不过，头本身很重，即使注意，也容易在活动过程中慢慢向前倾。很多人都是不知不觉脸越来越靠近手机，因此推荐偶尔左右转动脖子，让头部位置重新调整。所谓左右转头，就是像过马路时确认左右以及斜后方情况一样的动作。如果保持低头状态转动脖子，活动范围会受到限制，无法真正转向后方。所以，人类在尝试转头时，会本能地抬起头。因此，在工作、学习间隙，只需要转动几次脖子，就可以成为重新调整头部位置的机会。当感觉脖子沉重、肩膀僵硬，或者长时间使用手机、电脑之后，都非常推荐尝试这个方法。真正的健康，不只是没有疾病，而是到了任何年龄，都依然能够自由行动，保持活力，享受生活。希望今天介绍的这些习惯，能够帮助大家从现在开始，一点一点改善自己的身体状态，让未来的每一天都拥有更好的自己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